如果你呢已经开始在喝苹果醋，或者你正打算用苹果醋来养生呢你也不要太难过邱医师帮大家找了另外一篇文献呢，这一篇文献呢是肯定醋的这个效果的哦。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最近苹果醋减肥好像很夯甚至有人说苹果醋可以养生美容，哇，这个所有的这个五花八门的功能这个不计其数，非常的神奇，哇，讲的我都有点想喝了所以邱医师呢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些文献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这个科学根据是什么，有没有那么的神奇邱医师找到的这个系统回顾是在2020年发表在欧洲营养学期刊 European Journal of Nutrition 它是一篇系统回顾的文献题目是什么？苹果醋摄入的安全性和副作用你看讨论得很详细，以及它对代谢参数和体重的影响。系统评价evaluation 是一个评价的文章，收集了好几十篇，我看它的参考文有90几篇，表示说什么？这篇文章呢应该是可信度比较高的，触及到很多我们关心的话题，包括说有没有安全，有没有副作用，对体重的影响到底有哪些他收集了那么多的文献，但是他这篇文章写的，他的文献他有所谓的 primary outcome 跟 secondary outcome， 所谓的初级结果跟这个次级结果。初级结果就是探讨它的糖化血色素的影响，餐后血糖，我们现在都知道糖化血色素，你去糖尿病去验血，现在不会只有验空腹血糖，还会验你的这个 HbA1 就是所谓的糖化血色素。次要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对人体的研究看腰围，看你的内脏脂肪、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三酸甘油脂、总胆固醇，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统统把它列入结果他搜寻到了487篇文献里面有12篇是动物实验，13篇是人体实验、人体研究，那其他的是基础研究。结果他发现说，这些文章统合来看呢，使用苹果醋呢似乎是有健康上的好处，但是使用建议的剂量的情况底下呢，副作用的风险没有一致的结论。剂量如果要有健康上的好处，可能要很高，会不会有副作用？这些风险没有一致的结论。最后他提出来，他说，因为呢有高品质研究的不太够，要欠缺。所以苹果醋对于健康的好处证据力不足，这些研究讲有好处的，可是它的研究方式或者研究的品质可能不是那么的完备，那么的足够。以前邱医师跟大家讲最好是有双盲、有安慰剂的对照的研究，可是很多研究是没有的。就说你最好一组是喝醋，另外一组骗他说你也在喝醋，甚至给醋的人跟喝醋的人都不知道他喝的到底是哪一种醋，或者是到底是不是醋，不知道，没有一个心理的作用没有一个安慰的作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我们才能认定说它对健康上有好处。所以他说，更大规模、长期的减少偏差的这种风险的研究呢是需要的，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定论。所以这样听起来似乎是没有那么肯定说苹果醋有号称的那么多的效果。大家有没有想过醋是怎么做的？整个过程邱医师帮他整理了一下反正就是说，不管是所谓的苹果醋啦，或者什么黑醋、白醋都是碳水化合物去制作的啦，一定要有糖分大家看一下这个图，你的来源是水果，就是水果醋；你的来源是谷物，那也就是谷物醋米醋也可以也就是说，它都含有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经过发酵，我们叫做酒精发酵。这个酒精发酵呢，是在无氧的状态下，由酵母菌的作用，葡萄糖变成乙醇，也就是变成酒精，这个是无氧呼吸。不同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刚刚有讲水果或谷物，或者是不同的菌种，它就会发酵成不同的产品，但是它都是无氧呼吸发酵作用好，变成了酒精之后，怎么样再变成醋呢？醋就是乙酸，酒精经过乙酸发酵，这个步骤叫乙酸发酵。这个时候是有氧的状态下呢，有一个乙酸细菌，它的作用有氧呼吸变成醋。所以你看，你把酒精摆在空气当中，那有接触到空气，那这个时候有细菌的作用，它就会酸变成乙酸，乙酸就是醋酸，就是我们说的醋。所以糖分发酵变酒精，酒精经过一个乙醇的去氢酶，就变成乙醛，乙醛呢再经过一个乙醛去氢酶呢，就变成乙酸。乙酸就是醋酸。这个过程大家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频道呢已经推出会员制度了
如果对邱医师这个频道邱正红谈健康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大家加入会员。邱医师会有很多福利给我们的会员啊，希望大家都来加入啊。如果你呢已经开始在喝苹果醋，或者你正打算用苹果醋来养生呢你也不要太难过哈。邱医师帮大家找了另外一篇文献呢，这一篇文献呢是肯定醋的这个效果的哦。2016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食品安全综合评价》的一个期刊。这个叫 Comprehensive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Food Safety 论文当然它不是一个系统回顾了它的题目是什么？是醋对健康的作用成分来源还有它的形成机制。也就是说，它呢帮你仔细探讨说，如果讲醋对健康有好处，到底是什么成分对健康有好处，它的好处的形成的机制是什么？那我就觉得这个是比较科学的探讨，比较能够让我们相信嘛不是说有好处，怎么有好处你也不知道，然后就随便讲，然后就随便叫你喝，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这篇文章呢，他提到几点，分享一下第一个他说呢，醋呢可以分成什么？分成谷物来源跟水果来源，使用传统的方式发酵制成。谷物来源或水果来源的醋呢，有下列几个好处：第一个可以抗菌，第二个可以抗感染，第三可以抗氧化，第四个血糖可以控制，第五个脂质的代谢可以调节，第六可以减肥，第七可以抗癌，他是讲说有宣称这样的好处，或者有这样的文献出现嘛但是他这篇文章里面就有探讨说，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效果他第一点讲到抗菌跟抗感染，为什么它可以杀菌作用主要是来自于醋里面的这个有机酸、多酚，还有一个叫黑素。再来，血糖的控制，还有脂质代谢的调节，还有减肥的效果呢，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那个乙酸的效果以前就是在别的影片电视节目当中有探讨，有跟大家报告说，喝醋可以减肥，主要是因为醋里面有一个成分可以抑制这个热量的吸收了，所以这篇文章里面有进一步的探讨。他说呢，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个帮助减肥的效果呢？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成分翻译过来名称很怪叫做咖啡鲜淮糖，那个英文叫coffee oil， 好难念这个英文名叫 coffee oil sulfurose 这个它可以抑制双糖酶。我们的食物碳水化合物是多糖嘛，多糖到了消化道里，我们要先分解成双糖，双糖再分解成单糖。那么这个双糖酶就是把双糖分解成单糖，单糖就是葡萄糖、果糖跟半乳糖。这些单糖呢，就可以从肠胃黏膜渗透吸收进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如果双糖酶被抑制，代表什么？代表你的淀粉类的食物分解成双糖，不能再进一步分解成单糖，代表说这个糖分就不能吸收了，那是不是就可以抑制糖分的吸收？所以我常讲说，醋就是利用这个效果来达到怎么样抑制热量吸收的效果。所以餐后喝一点醋我以前不是有提过555减肥法，就是这个5滴醋加在50cc 的水里面，然后呢你在餐后把它喝下去，再吃5颗花生，因为5颗花生是蛋白质，有精氨酸的成分再来，为什么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呢？改善我们的健康，就里面有一个叫川穹珍，英文叫 Ligastrazine。最后再讲到说，为什么它能够抗癌？很多谷物来源的醋谷物来源不是水果来源，在人体内跟人体外的实验发现有抑制癌细胞生长的作用但是呢，只有一个研究有找出它的成分，另外的研究不知道为什么它有这样的效果除了日本的黑豆醋 Black Soybean Vinegar 了解到说，这个成分里面含有一个色醇 Tryptophan， 是酒精发酵过程的一个副产品，产生的抗癌的效果。至于其他的醋呢，到底是什么成分会有类似这样的效果，不知道。好，这里也稍微提一下，有的人喝酒会脸红，到底它是身体好还是身体不好？喝酒会脸红就是因为酒精进到身体以后，乙醇去氢酶把它转化成乙醛，是这个乙醛在作用，使得它面红耳赤。乙醛是一个致癌物，正常的人呢，酒精变成乙醛之后，会很快的把乙醛代谢成乙酸，就是变成醋酸。你看我们酒喝到体内，其实也是变成酸。酒精代谢良好的人，他不会脸红，因为他呢，酒精变成乙醛，乙醛很快就会变成乙酸了。乙醛存在的时间、存在的量越多，脸就会越红，越多越红，你对健康的影响就越大。所以喝酒会脸红的人，最好不要常喝酒。
所以今天呢，邱医师给大家的结论就是说，我们目前已经发现到醋的确是有一些作用有一些成分，还有它的作用机转也有一些证据支持说这些成分可能可以改善慢性病例如说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所以这篇论文在最后的结论是说他认为某些醋的确是可以当成机能食品，甚至当成药品这是这位作者他的看法那至于邱医师的看法呢，我觉得如果你想用醋来养生，邱医师并不反对啦。但是养生的方法有很多我们以前比较健康的方法就是你要控制好体重你要常运动，你要有健康的饮食，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生胰岛素抗性一大堆林林总总的，怎么样让你健康长寿？请你看邱正红谈健康，我都会跟你讲那我为以身作则我也很努力的在促进自己的健康我希望我能够不但长寿，而且能够健康的长寿。希望你把我当成好朋友，我们一起来努力这个是我给大家的建议。你要不要喝醋来养生？至少我认为我自己到目前并没有这个打算。那你喝不喝由你自己决定了。好，今天就先谈到这边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我们下回再见，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